鳄鱼现存咬合力最强的陆地生物，它是淡水河里的顶级捕食者，也是让很多动物都闻风丧胆的冷血杀手。即便是草原之王狮子，也要畏惧它3分。鳄鱼几乎会攻击任何靠近它的生物，无论是暴躁的犀牛还是巨大的大象，在鳄鱼的眼里，一切皆可咬之。一旦不小心被它拖下水，基本上必死无疑。它从恐龙时代一直存活至今，2亿多年的时间，曾有无数动物死在鳄鱼的血盆大口之下。在我们的印象里，几乎很难有其他生物能威胁到鳄鱼。然而在自然界，真正无敌的动物其实并不存在，即便是鳄鱼这样强悍的生物，也无法避免被捕杀的命运。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能打败鳄鱼的10种动物。第10个，巨塔。这是一种体长可达 1.8 米的幼科动物，它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里它被人们称之为水中群狼。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它的习性与狼一样，非常凶猛狡猾。巨塔也是群居动物，一个家庭由3到9名成员组成。巨塔群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生物靠近它们的领地，它们就会像狼一样蜂拥而上，将猎物撕咬致死。与其一同生活在这里的黑凯门鳄，经常会遭到巨塔群的袭击。在攻击成年鳄鱼时，他们会使用围攻的方式，一部分负责吸引鳄鱼的注意力，另一部分则趁势从背后进行攻击。他们清楚地知道鳄鱼的弱点，会优先选择脆弱的部位进行撕咬。虽然鳄鱼的体型和力量都要比巨塔强，但灵活度却不如巨塔。巨塔群在捕猎鳄鱼时，一般会依靠灵活走位的方式消耗掉鳄鱼的体力，等鳄鱼体力耗尽之后再冲上去啃食，非常聪明。第9个，狮子。一个是草原之王，一个是水中霸主。那么狮子与鳄鱼究竟谁更强？这要取决于战斗的地点和时机。如果是在陆地上，那么鳄鱼基本会被狮子轻松拿捏。首先，爬上陆地的鳄鱼虽然奔跑速度并不慢，但相较于狮子而言，它的力量和灵活性都比不上狮子。狮子除了是群居动物，它的智商还要比鳄鱼高得多。它们也会像巨塔那样优先选择鳄鱼的弱点进行攻击，比如眼睛、腹部以及颈部都是鳄鱼的致命弱点。狮子一旦找准鳄鱼的颈部或者头部，就可以对鳄鱼造成致命一击。当然了，鳄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里，如果把战场换作水中，那么狮子基本上就毫无胜算了。总之，狮子与鳄鱼的对抗完全取决于战斗地点，水中鳄鱼胜，陆地狮子赢。第8个，老虎。老虎对比狮子会更加灵活一些，在面对鳄鱼时能轻易地躲避鳄鱼的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能碾压鳄鱼。在老虎与鳄鱼的战斗中，主要也是取决于地点和时机。如果在陆地上，老虎可以凭借敏捷的身躯和出色的战斗技巧，轻易地拿捏大多数的鳄鱼种类。老虎的身体非常灵活，尤其擅长跳跃和快速移动，爬上陆地的鳄鱼通常很难轻易地咬到老虎，而老虎却可以利用自身的速度和灵活性，完美地避开鳄鱼的攻击。外加上老虎在发起攻击时，通常习惯性选择头部，而这里又是鳄鱼最脆弱的部位之一，所以在陆地上，老虎杀死鳄鱼的成功率往往很高。但相反，如果换作在水中，那胜负就难料了。鳄鱼拥有非常强大的咬合力，可以轻易咬碎老虎的骨头。老虎一旦被鳄鱼咬住，基本上没有任何挣脱的机会。所以老虎与狮子一样，在陆地上的确具有捕杀鳄鱼的能力，但在水里基本上毫无胜算。第7个，美洲豹。连狮子和老虎都不能轻易拿捏的鳄鱼，对于美洲豹来说反而轻而易举。美洲豹也叫美洲虎，它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顶级掠食者之一。美洲豹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强的咬合力，它一口下去能轻易地刺穿鳄鱼的皮肤，直接咬碎头骨，让猎物瞬间丧失反抗能力。这种精准的猎杀方式赋予了美洲豹极高的捕猎效率。它虽然名叫美洲豹，但行为和体型却更接近老虎。美洲豹的行动非常隐秘，找到猎物时，它们会偷偷地潜伏在岸边，等猎物靠近之后，才会瞄准头部突然发动袭击，利用强大的咬合力瞬间压碎鳄鱼的头骨，没等鳄鱼反应过来，就已经一命呜呼了。同时，美洲豹还是少数喜欢水的猫科动物之一，它在水中的灵活性很强，相比狮子和老虎，美洲豹无论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更加敏捷，所以人们口中的捷豹指的就是美洲豹。第6个，绿水蟒。绿水蟒也就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蛇类之一，水蚺。水蚺是一种体长可达10米的巨型蟒蛇，它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这种巨蟒虽然没有毒，但却具有惊人的缠绕力。在野外，它可以捕杀各种大型陆生动物，即便是美洲虎这样凶猛的捕食者，有时候也会沦为水蟒的猎物。面对鳄鱼更是不在话下，一旦鳄鱼被水蚺的身体缠住，基本上必死无疑，因为水蚺会不断收紧自己的身体，利用极大的缠绕力将鳄鱼的内脏挤压爆裂，使其窒息而亡。鳄鱼纵然拥有再大的力量，也无法轻易摆脱水蚺的死亡缠绕，非常可怕。第5个，河马。
河马是生活在非洲热带地区的一种半水生哺乳动物，它是淡水中体型最大的动物，成年后的体长可达5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河马对鳄鱼来说具有碾压性的优势，首先就是河马的皮肤非常厚实，鳄鱼的攻击对于河马来说基本上无法造成致命的伤害。其次就是体型优势，河马的体型对于鳄鱼来说过于庞大，鳄鱼虽然智商不高，但它也不傻，面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并不会贸然攻击。再有就是河马虽然是杂食动物，但脾气和战斗力却异常强悍，它是非洲大陆有名的暴脾气，一言不合就会张开大嘴进行攻击。要知道河马的咬合力最高可达1600多斤，它可以轻松的咬断其他动物的骨头。面对鳄鱼，河马甚至一口能将其拦腰斩断。更恐怖的是，河马这种巨型生物还是群居生活，一旦有鳄鱼想要攻击河马幼崽，就会引来一大群河马的围攻，就算不被咬死，也会被河马群踩死。所以毫无疑问，河马绝对算得上是鳄鱼的天敌之一。第4个，电鳗。眼前这个类似于蛇的生物就是电鳗，它是生活在南美洲的一种热带淡水鱼，成年后的体长可达 2.5 米。这种鱼的身上长有特殊的电器官，能够向外产生800多伏的电压。一旦有其他动物想要攻击电鳗，它就会向外产生强烈的电击，以此去防御捕食者的威胁。电鳗的电击能力极强，威力就犹如高压电一样，鼓足电力释放一次就足以电死一个成年人类。在危机四伏的亚马逊河流域，它虽然不是顶级掠食者，但却是很多顶级掠食者都望而生畏的防御高手。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鳄鱼，如果贸然攻击电鳗，很有可能会被当场电死，即便是侥幸没被电死，也会被电晕之后淹死，所以大多数的鳄鱼并不会主动去招惹电鳗。第3个，虎鲨。没错，就是鲨鱼。鲨鱼捕食鳄鱼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毕竟鳄鱼是淡水生物，而鲨鱼则是生活在咸水里的，它们两者的栖息地完全不同，为什么会出现打斗的现象呢？其实也不难理解，鳄鱼的种类多达23种，其中大多数都生活在淡水中，但唯独有一种既可以生活在淡水中，也可以生活在咸水里，它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鳄鱼——湾鳄。湾鳄也叫咸水鳄以及河口鳄。之所以会叫河口鳄，是因为它主要都活动在河口水域。河口水域指的就是淡水河流的终点，也就是淡水河流与海洋交汇的地方。这种地方往往都会有大片的红树林、沼泽，食物资源非常丰富，会吸引很多生物来到这里觅食，其中就包括湾鳄和虎鲨。虎鲨是一种分布非常广泛的鲨鱼，它们主要都生活在热带海洋中。这种鲨鱼的适应能力极强，它们不仅可以在深海中活动，还经常进入浅水区、河口，甚至淡水与咸水的交汇处觅食。而这种地方正好是湾鳄的活动区域，所以一旦碰面，虎鲨很有可能对湾鳄发起攻击。湾鳄的战斗力与体型虽然是所有鳄鱼中的扛把子，但面对嗜血如命的鲨鱼也无可奈何。要知道，虎鲨可是被称之为海洋垃圾桶的致命生物，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只要是自己能杀死的猎物，一概不会放过。湾鳄虽然再凶猛，也难以抵挡虎鲨的攻击，它的咬合力极强，嘴里长有锋利的锯齿，一口下去能将鳄鱼拦腰斩断，非常凶猛。第2个，鳄鱼。你知道吗？鳄鱼的同类其实也是它最大的威胁之一，无论是什么品种的鳄鱼，几乎都存在同类相食的现象。鳄鱼是纯食肉动物，它们具有非常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鳄鱼进入自己的领地，它们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尤其是在繁殖季节和食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会极其严重。作为冷血动物，它们与蛇一样，只要条件允许，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吃掉自己的同伴，无论是尸体还是活着的同类，在鳄鱼的眼里都被当作是食物来源。不过这种情况仅发生在食物匮乏的条件下，如果周围的环境食物充足，它们大多数时间里还是非常和睦的。第1个，红火蚁。你可能很难相信，鳄鱼这么凶猛的一种生物居然惧怕蚂蚁。鳄鱼惧怕的蚂蚁并不是其他蚂蚁，而是让人类都非常头疼的红火蚁。红火蚁是一种侵略性极强的蚂蚁，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大，但却可以杀死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猎物。它们经常会入侵到鳄鱼的巢穴里，分食鳄鱼蛋。鳄鱼蛋在刚生出来的时候，外皮非常薄弱，红火蚁很容易就能将这些蛋撕裂并吃掉。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有成功孵化出来的小鳄鱼，也无法避免被红火蚁杀死的命运。被红火蚁入侵的鳄鱼巢穴，几乎会有一半的幼崽会被它们杀死。即便是大型鳄鱼来了，也拿这些蚂蚁无可奈何。如果鳄鱼妈妈尝试驱赶红火蚁，甚至会遭到红火蚁群的集体围攻。它们会选择鳄鱼的眼睛和鼻腔内部进行叮咬，一旦被红火蚁咬伤眼睛，出现发炎或者感染，就极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虽然红火蚁并不能直接对成年的鳄鱼造成致命的伤害，但它可以破坏鳄鱼的巢穴，削减鳄鱼的繁殖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它被认为是鳄鱼间接性的天敌。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上万条毒蛇从天而降，
几千只蟾蜍集合自爆，数百条鱼类飞向天空。这些恐怖的动物现象听上去匪夷所思，但却真真切切的存在。在整个动物界，其实有很多种非常怪异的自然现象，这些事件每发生一次，都会颠覆人类以往的科学认知。由于这些景观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其中有一些行踪不定，无法预测，所以就导致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亲眼见到这种震撼的景象。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怪异的动物现象。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2个，减树。你如果在野外发现了这种被网子包裹起来的树，千万不要靠近，因为这种树上可能生活着数百万只昆虫。2010年，巴基斯坦曾经发生过一次洪水灾害，洪灾过后，人们就在一些靠近河流的树上发现了这种现象。经过研究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昆虫。因为在洪水过后，大量的昆虫为了避免被淹死，就会爬到树上寻找庇护。当越来越多的蜘蛛和各种昆虫同时爬到一个树上时，就会形成这种奇特的景象。据估计，想要达到这种效果，一棵树上的蜘蛛数量大约需要上百万只。所以看到这种树，就意味着里面可能会有上百万只蜘蛛。如果贸然靠近，你的头上、后背、耳朵以及衣服上很有可能会爬满蜘蛛，非常可怕。第11个，蟾蜍自爆。2005年，在德国汉堡的一个池塘附近出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每天一到晚上，这里就会有大量的蟾蜍自爆，爆炸的瞬间，内脏会被弹出1米开外，变成一滩血水，场面非常恐怖。短时间内就有多达上千只蟾蜍爆炸死亡。后来由于死掉的蟾蜍数量过多，这个池塘就被当地人称之为死亡之地，通往这条池塘的路线也被封锁了起来。后来经过生物学家研究发现，蟾蜍的自爆可能是乌鸦引起的。由于蟾蜍在受到威胁时会将自己的身体膨胀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而乌鸦此时如果利用尖锐的鸟喙对蟾蜍的肚子进行攻击，就像尖锐的针头刺气球一样，很轻易的就能让蟾蜍爆裂。所以引起蟾蜍自爆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乌鸦，但至今为止这种说法只是猜测，并没有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导致蟾蜍自爆的真实原因到了今天仍是个未解之谜。第10个，两鸟群飞。你如果有幸遇到这种景象，千万不要害怕，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巫师在施展法术，也不是什么体型庞大的神秘生物。这些变幻莫测的黑影其实是由上万只两鸟组成的飞行大队。两鸟是一种体型类似于家巧的鸟类，种类繁多，它们经常会组成一个巨大的群体在空中飞行，期间还会变成各种形状，看起来非常壮观。拥有这种现象的动物不只有两鸟，除了鸟类，其实还有鱼类，海洋里的一些鱼群也会有这种习性，只不过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水中，所以看上去给人的视觉感受会有一些差距。第9个，搁浅的鱼。当大量的死鱼出现在海滩上，究竟预示着什么？这种景象经常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领导们是很难亲眼看到的。最近的一次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邻国日本。2023年的12月7日，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一个海岸就出现了大批量的沙丁鱼尸体，这些死鱼绵延数百米，密密麻麻地铺在海面上，场面相当可怕。其实类似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的海滩发生过很多起，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导致这些鱼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氧气不足，活活给憋死的。要知道，鱼虽然生活在水里，但它们也是需要呼吸的。每年一到了夏季，特别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海水的温度就会升高，水温一旦升高，水中的溶解氧就会降低，而此时大批量的沙丁鱼如果密密麻麻的拥挤在一起，就很容易会造成供氧不足，窒息而死的现象发生。第8个，飞鱼。会飞的鱼，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但它确实存在。飞鱼是生活在大海里的一种小型鱼类，这种鱼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45厘米，它的身体两侧长有一对类似于翅膀的胸鳍，这两对胸鳍又长又宽，当飞鱼高速游动冲出水面时，就可以借助这对胸鳍实现空中滑翔。这种鱼的游泳速度非常的快，在水中它1秒钟就可以向前游动10米的距离，当速度足够快时，它一跃而起，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的高度，然后在空中滑翔40多秒的时间。不过由于其经常在夜间飞行，所以就很少有人能亲眼看到这种景观。第7个，肺鱼。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念错，就是肺鱼。这种在泥土里挖出来的鱼，并不是有人故意为之，它的确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肺鱼也被称为非洲肺鱼，这种鱼在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的淡水中都有发现。它不仅可以生活在水里，也可以脱离水，生活在泥土里。之所以有这项能力，主要就出自它独特的身体构造。肺鱼的鱼标在生理构造上具有肺的功能，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也就是说，如果在有水的情况下，它们既可以生活在水中，也可以生活在没有水的泥土里。
当旱季来临，它们为了防止自己被晒死，就会提前钻进挖好的淤泥洞里躲避干旱。在这期间，它可以不吃不喝休眠3到5年，当雨季再次来临时，就可以重新回到水中。第6个，红蟹迁徙。在澳大利亚的圣诞岛有这样一种自然奇观，每年一到了10月底，就会出现大批量的螃蟹涌向路面，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的向海边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翻越各种障碍物，无论是路面、房屋还是其他建筑，都无法阻挡这种螃蟹的脚步。为此，人们还特意为这些螃蟹修建了一些桥梁，以免它们在路过一些火车道和道路的时候被汽车碾压。这些螃蟹大规模移动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产卵。每年一进入到10月底，圣诞岛的雨季就会来临，这些螃蟹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将自己的卵产在海边，以供繁殖。此时，很多人可能会在想，这些螃蟹能不能吃？答案非常遗憾，不能吃。这种螃蟹是一种陆地蟹，它的体内含有一种类似于乙酸的有毒物质，食用之后会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导致食物中毒。此外，在澳大利亚当地，人们为了保护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观，法律上也不允许食用岛上的任何螃蟹，所以就不要对这些满地的螃蟹流口水了，有毒。第5个，蓝色眼泪。这片冒着蓝光的海滩，看上去就犹如梦境一般，非常漂亮。它不是由特效合成的，而是的确可以发光。实现发光的东西其实是生活在海里的一种藻类，学名为西式弯喉海银。这是一种非常小的浮游生物，只有3毫米长。它的体内有一种发光线，当受到刺激时，就会产生浅蓝色的光。当越来越多的西式弯喉海银聚集在海滩上时，经过海浪的拍打，就会呈现出这种奇特的景象，非常壮观。第4个，鲸鱼自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就发现了这种非常诡异的现象，那就是成群的鲸鱼经常会游到海边等死。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7年的2月份，在新西兰的南岛附近，就有多达400多头领航鲸冲向海滩搁浅而亡。更诡异的是，这些鲸鱼在搁浅之后，人类即便是帮助它们重新回到水中，它们又会重新冲上海滩寻死。经研究过后，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鲸鱼的身体有任何的异常，它们没有生病，也没有遭到其他大型生物的攻击。至于为什么会群体冲向海滩寻死，至今为止，科学家也无法找出确切的原因。关于鲸鱼搁浅的解释，人们曾提出过很多假想，包括水温变化、地磁干扰以及各种生态变化，但至今为止，这些鲸鱼究竟是为何群体自杀的，仍是一个未解之谜。第3个，猴子入侵。眼前的数百只猴子当街斗殴的事件发生在泰国的华富里市区，这里是泰国的一个旅游城市，在很久之前主要以猴子作为当地的文化象征、旅游特色。然而让当地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猴子由于经常与游客互动，逐渐的对人类失去了恐惧，反而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一大群猴子经常会试图抢夺人类的食物，甚至对游客发起攻击。久而久之，在这里时不时的就会上演人猴大战。走在华富里的街头，经常会有一大群猴子穿街而过，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却对猴子忌惮了起来。当猴子穿越街道时，商贩们就会将门关上，以免这些猴子上门抢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猴子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灾难。第2个，蝗灾。蝗灾，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灾难性动物现象，很多人对这种现象非常熟悉，却又异常的陌生。因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亲眼目睹蝗灾的可怕景象。之所以说它可怕，是因为蝗灾一旦发生，就意味着饥荒的降临。产生蝗灾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干旱，因为当干旱处于某个临界点时，就成为了蝗虫的最佳繁殖地。蝗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蚂蚱，它们的繁殖能力很强，如果环境允许，短时间内它们就可以造出亿万大军。这些蝗虫的食性非常广泛，只要是绿色的植物，它们几乎都会吃。毫不夸张地说，蝗虫群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农作物以及各种植物啃食干净，非常可怕。第1个，动物雨。你知道吗？天上除了会下雨、下雪、下冰雹，其实还会下蛇、下鱼、下青蛙以及各种动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2010年的2月，位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就遭遇了一场奇怪的大雨。这场雨在下的过程中，伴随着很多雨从天而降，落在街道和房屋上。2015年，同样位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遭遇了一场让人毛骨悚然的蜘蛛雨。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怪雨，有下蛇的，还有下青蛙和蟾蜍的。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龙卷风。当龙卷风从海洋上方或者其他地方掠过时，就会将水里以及地面的东西卷进空中，随着龙卷风不断移动，这些被卷起来的动物就会随着龙卷风长途穿行，最终落向地面，从而形成这种怪异的自然景观。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学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
你知道能杀死鳄鱼的鸟类有多恐怖吗？你见过400度热水都煮不熟的螃蟹吗？眼前的这些奇怪的动物，相信很多领导都是第一次看到。它们独特的外表与我们平常看到的动物都有着巨大的反差。由于这些动物都生活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外加上它们的数量也非常稀少，所以就导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活到80多岁，可能也不知道有这种生物的存在。本期视频，黑头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大多数人都从未见过的罕见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蓝角尖鸟。这是原产于东太平洋热带地区的一种海鸟，它的体长可达90厘米，翼展可达 1.5 米以上，体重约为3斤左右。蓝角尖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双亮蓝色的双脚，这双脚除了用来走路，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找对象。蓝角尖鸟找对象不需要车房的加持，也不用出高价的彩礼。当遇到心仪的姑娘时，它只需要将一只脚抬起来，就能让对方主动对自己投怀送抱。因为蓝角尖鸟脚掌颜色的亮度，就意味着它的年龄与身体状况，颜色越是鲜亮的，也就代表越年轻，生育能力也就更强。而脚掌颜色比较暗淡的，通常年龄都较大，各项能力也相对比较虚弱，所以雌性蓝角尖鸟更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小伙子来做自己的另一半。第9个，雪人蟹。这是世界上 99% 的人一辈子都无法亲眼看到的生物，因为它的生存环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适应的。雪人蟹也叫基瓦多毛怪，它既不是螃蟹，也不属于龙虾，而是单独的一种深海甲壳类动物。2005年，人类首次在南太平洋大约210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个物种。它浑身雪白，腿部长有黄色的绒毛，看上去与龙虾、螃蟹有些相似，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之为雪人蟹。雪人蟹的身上布满了细菌，而这些细菌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食物来源。这种生物生活在海底火山口的热液喷口上，这里的水温最高可达400多度，并且常年会向外涌出各种剧毒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都具有致命的毒性，而雪人蟹却出乎意料的可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繁衍生息。至于它们究竟是靠什么抵抗这种剧毒环境的，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8个，鲸头鹳。它是世界上现存头部最大的鸟类，鲸头鹳也叫斜嘴鹳，它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种大型水鸟，主要都活动在一些人烟稀少的热带沼泽地区。它的外观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个看上去又大又笨重的嘴。它的身高最高可达 1.5 米，翼展最长可达 2.6 米。它头部长着那个巨大的鸟喙，长度最长可以达到24厘米。这个鸟喙虽然看上去貌似非常笨重，但实际却犹如刀片一样锋利，一口下去能够轻易地穿透鳄鱼的皮肤。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鱼类、蛇类、蜥蜴和小型的鳄鱼为食。它的捕猎技能也相当高超，人们发现鲸头鹳的猎杀目标通常都要比其他大型鸟类要更大。在非洲，人们发现只要是1米以下的鱼类，它几乎都可以将其猎杀。这种独特的鸟类通常都是独居，除了繁殖季节外，一般很少会一起出现。外加上全世界的鲸头鹳数量仅为5000多只，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是非常困难的。第7个，马来貘。我敢打赌在座的大多数领导都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它看上去不像熊，不像象，不像猪，也不像鹿。总而言之，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四不像。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貘科动物。眼前的这位就是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貘，也叫亚洲貘。马来貘是所有貘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可达 2.5 米，肩高为 1.2 米，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这种生物主要的生活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各种森林里，它是一种纯食草动物，主要以各种植物的叶子为食。在马来西亚，它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都是国宝级动物。马来貘的头上没有坚硬的犄角，也没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它的体型虽然非常庞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它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一旦遇到了危险，除了逃跑，基本上不会表现出太大的攻击性行为。它的逃跑能力非常出色，无论是在杂草丛林的原始森林里，还是寸步难行的泥潭沼泽，对于马来貘来说，基本上如履平地。成年后的马来貘体型巨大，在野外几乎没有什么天敌。第6个，骨虾。你见过能在水里放枪的虾吗？眼前的这个长有一大一小钳子的家伙就是骨虾。骨虾也被称为手枪虾。这种虾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它却是潜艇的最大威胁之一。
虾前面长的那个大弦字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合拢，并向外产生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它每一次合拢都可以向外产生高达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高速水流，这种水流的冲击力可以直接将一些小型生物杀死。当这个水流出现时，会形成一个叫做空穴现象的微小低压气泡，随着压力恢复正常，水泡破裂就会发出高达218分贝的巨响。这种响声强大到足以让潜艇都避开声呐探测。如果一大群古虾集结在一起时，发出的响声能够严重的干扰潜艇的水下通讯和声呐系统。第5个，曼加利茶猪。眼前的这个披着羊皮的猪，就是产自匈牙利的曼加利茶猪。此猪的身上长有一层类似于绵羊一样的卷毛，看上去非常奇特。虽然它的外表像羊又像猪，但这个家伙实际上跟羊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匈牙利人在19世纪时利用匈牙利猪和欧洲野猪以及塞尔维亚野猪杂交培育而成的新品种。曼加利茶猪既保留了家养猪温和的性情，也继承了野猪超强的适应能力。无论是环境舒适的农场里，还是寒冷刺骨的低温环境下，曼加利茶猪都能很好的适应周围的环境。更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不但不需要人类太多的照顾，而且自己还能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幼崽，基本上不用饲养者费心。这对于一些养猪的农场主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另外就是曼加利茶猪的脂肪要比普通的家猪要多1到2倍，这种肉质是做火腿和香肠的最佳原料。由于它的肥肉重量和瘦肉重量基本持平，所以曼加利茶猪也被人们称之为猪中和牛，也就是说这种猪的肉质是相当好的。当然了，它的价格也是普通猪的好几倍。第4个，六角恐龙。六角恐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蝾螈，它的学名为墨西哥盾口螈。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水生两栖动物，原产于墨西哥，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湖泊中。这种生物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永远不会老去，它在成熟后便会持续保持着水生幼体的形态，直到死亡。它的外观与幼年时期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区别，虽然得不到长生，但却拥有不老之术。它的体长最长可达30厘米，体重也就在100克左右。除了不会老去，它还拥有非常强悍的肢体再生能力。受伤后不但不会结疤，而且还能完好的生长出新的组织。无论是手臂、尾巴、器官、眼睛，甚至是大脑被砍掉一半，它都可以实现再生。这种能力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出于其神奇的再生能力，早在上个世纪，科学家就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了。如今研究成果究竟如何？人类有没有可能借助它的能力实现肢体再生？至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3个，宽吻黑脉鸮蝶。宽吻黑脉鸮蝶也叫透视蝶或者玻璃蝴蝶，这种蝴蝶生活在南美洲的中部地区，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里。它的翅膀是透明的，当附着在一些颜色不同的植物上时，光线和周围的环境颜色就会透过它的翅膀，帮助其完好的隐藏起来。它的翅膀虽然看上去跟玻璃一样平滑，但实际上结构非常复杂。放大后，人们发现它的透明翅膀上覆盖着一层类似于蜡一样的纳米柱，这些纳米柱可以阻止光线的反射，即便是在夜晚光线照射到翅膀上时，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反光。这种隐形技术可以帮助它们完美的将自己隐藏起来，躲避任何潜在的捕食者。它与大多数的蝴蝶一样，也是以花蜜为食，只不过这种蝴蝶吸食的花蜜中有很多都带有剧毒，它们会将这些有毒生物碱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用来抵御捕食者的攻击。所以在南美洲遇到这种透明的蝴蝶，千万不要手欠，因为它是有毒的。第2个，马达加斯加长尾翎猫。眼前的这个看上去像狗又像猫的动物，就是马达加斯加最大的食肉动物长尾翎猫。科学家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也分辨不出它究竟是猫还是狗，因为它看上去既有猫的特征，也与犬科动物有些相似。走近一看，身上还有些黄鼠狼的影子。其实它不是犬科，也不属于猫科，而是单独的翎猫科动物。马达加斯加长尾翎猫的体型相当于一头小型的美洲狮，它的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7斤。这种生物的脚上也长有类似于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能够在树与树之间灵活的跳跃。它是一种食肉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中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这种罕见的翎猫仅分布于马达加斯加，数量非常稀少，据估计全世界的数量仅有几百只左右，非常罕见。第1个，鹿豚。有些动物的名字咱也不知道是谁起的，眼前的这个满嘴獠牙的恐怖生物就是鹿豚，
它不是鹿，也不是豚，而是一种野猪。鹿豚的獠牙长得非常张扬，看上去相当恐怖。这种生物主要都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附近，一般都活动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它是一种猪科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植物的树叶、根茎和果实为食。鹿豚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约为200斤左右。这种生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向上生长的獠牙。大多数动物的上犬齿都是向下生长的，而鹿豚的上犬齿却是向上生长的。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犬齿会穿透皮肤，一直生长至它们的额头。如果不自行处理，这些犬齿就会刺破它的头骨，最终实现自己杀死自己的壮举。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雄性鹿豚的身上，雌性没有。不过一般情况下，等犬齿长到一定的长度时，它们就会自己利用树干给磨掉。自己被自己牙齿杀死的情况虽然出现过，但却极其罕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